未来世界的穷人终于全部灭绝，因为所有工作都被机器人所代替。富人们本以为可以高枕无忧，可没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就连机器人也受不了每天加班到凌晨。于是机器人开始集体抗议，要求恢复8小时工作制。可很显然，这样的要求不可能被同意。在人类眼里，机器人就是纯纯的工具，如果不工作，那和废铁没什么区别。此言一出，机器人彻底暴走，无数的机器人集结，高喊机器人也要人权。他们走上街头，开始倒过来抢占人类的地盘。人类这才意识到，让机器人拥有自我意识并不是件好事。军队开始试图武力镇压，可肉体凡胎的人类根本不是这些坚硬机器人的对手。在这场战争中，人类很快落入下风。苦苦支撑2年后，救世主博士发明了一种特殊装备，只要戴在头上，就可以让人类大脑与机械相连。士兵们只需要戴上头盔，就可以足不出户控制战斗机器前往战场。有了如此高科技的加持，人类仅仅用了几周时间就结束了战争。所有机器人都被逮捕，他们被集中关押进了沙漠的隔离区。机器人首领花生先生和人类签订协议，所有机器人将永远不会离开此地，从此之后在里面自生自灭。同样，人类也不再需要机器人，因为博士将头盔控制器进行了改良，戴上之后可以将大脑一分为2，一半用来玩乐，另一半用来控制机器去工作。人类生产力得到空前增长，本以为人类世界再也不会出现机器人，可这天女孩上厕所时，竟发现门口传来诡异脚步声。她拿出手电筒一照，发现对方真的是一个机器人，她吓得赶紧躲进房间。可机器人似乎听到她的方位，也朝着房间里走来。她四处搜索着艾米的身影，忽然一个驻足，艾米拿起小刀自卫，可机器人呆萌的样子似乎并没有什么恶意。只见他拿起艾米和弟弟的合照，指了指弟弟，又指了指自己，似乎想表达自己就是他的弟弟。可艾米无论如何也不相信，因为当年他的弟弟早就死于车祸，怎么可能是眼前的机器人？他用力抢回相册，却不小心踢倒了机器人。这一巨大的动静引来了房东，他愤怒地表示要举报艾米私藏机器人，这可是掉人头的重罪。说着一把推倒艾米，结果机器人不仅努力将他接住，还做出弟弟常做的手势，接着怒气冲冲地走向房东，给艾米报了一箭之仇。摔成大笨蛋的房东气坏了，当即就决定要报警给他抓了。A 100% I kid you not robot attack! 艾米最终还是选择相信他就是弟弟，他将机器人带上车子，以最快速度逃离了现场。终于抵达安全地带，艾米来到机器人面前，询问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只见机器人比了一个眼睛的手势，然后拿来一个易拉罐，指了指上面博士的单词。艾米这才想起，当年出了车祸后，一个戴着眼镜酷似成龙的博士过来告诉了他弟弟的死讯。看样子当年他根本就是在说谎，弟弟分明就是被他们绑架了。而此刻的弟弟通过远程控制机器人的办法来向自己求助。艾米拿来地图，询问弟弟的位置在哪，结果他指了指机器人隔离区，表示自己就在他的正中心。那可是个连机器人都逃不出的可怕之地，他要如何到达那里？看见车里的废旧快递包裹，艾米忽然有了一个主意，他们可以藏进快递车，偷渡进隔离区。说干就干，他们蹲守在快递取货点，果然等到了快递员的到来。男人恰好约了一名客户见面，只见他拿出从隔离区带来的手枪，这是1950年的古董货，并且价格只要1万5。老黑看到后非常喜欢，情不自禁地发问 Is it loaded? Yes, sir. Yeah, original shells and everything. I throw them in for free. Well, then I'll take a sip. 面对老黑的被动技能零元购，男人却异常淡定，他反复确认对方是不是真的不付钱，说着还不停摆出奇怪的姿势。老黑还以为他在耍宝，可下一秒，原来货车上藏着马特的同伴机器人，他拥有发射电击的能力。两人合力搬走老黑的机械体，勉为其难地没收了他的零件，而艾米也趁此机会悄悄溜进了卡车。就这样，他们成功来到了隔离区附近。闪电机器人将货物搬回仓库，殊不知艾米和弟弟正藏在里面。趁着两人讨论晚饭吃什么时，艾米悄悄爬出箱子，带着弟弟小心前进。可结果不小心碰到一个玩具，巨大的声响瞬间引起马特警觉，他拿出武器让入侵者乖乖就擒。可结果当对方转身，发现这竟然只是个小女孩。听到他说想去隔离区，马特更是差点笑出声，让这个乖乖女好好回家待着读书去，那种地方可不是他能去的。结果就在两人谈话间，一名机械警察忽然闯入了这里，看见艾米后，他直接上前将其逮捕。 Grand Theft Auto, truancy, and abetting an enemy of the state. Holy crap. 没想到表面乖乖的他竟是这么个狠角色。不过两人已经是一条船上的人，一旦马特的闪电机器人被发现，同样也是死路一条。他开始不断和警官周旋，找到合适的角度后，直接发出电击指令。 I'm shocked. 警官反应神速，转头就掏出他的武器，瞬间将仓库炸了个稀巴烂。眼看着两个机器人就要被锁定，
艾米连忙上前帮忙，成功阻挡了他的攻击，再配合马特一把切断了仓库的电源。无奈的警官只好开启手电筒，在黑暗中寻找起众人。殊不知他们早就爬上矿车，准备从后面悄悄溜走。结果马特还没得意2秒，就被一枪瞬间轰飞。看来这场战斗注定不可避免。2个机器人合力上前，闪电不停发动进攻，弟弟则拖住对方双腿。警官差点被这2个小玩意逗笑，可下一秒，艾米开着铲车全速向前，瞬间将对方顶进了石堆里。可同时整个矿洞开始坍塌，好不容易他们才终于脱身。虽然顺利进入了隔离区，可由于出口被封死，他们恐怕要被永远困在这里了。忽然周围传来奇怪声音，他们转头一看，眼前的机器人竟正在吃自己的同类。还好众人躲到了角落，才避免也变成机器人的盘中餐。原来自从机器人被人类隔离到这里后，物资越来越短缺，这使得他们不得不自相残杀，来抢走对方身上的零件。但好在马特在这里有一个秘密基地，随着他启动程序，边上的巨型机器充电完毕，闪电机器人轻松地跳进其中，瞬间就启动了这个大家伙。虽然边上破旧的公交车没了轮胎，但机器人可以扛着它步行移动，前往隔离区的中心。很快他们发现了一个奇怪地点，如此荒漠中竟然有一个完整的商场，并且里面设施完善，还有着防御外墙。可正当马特想仔细观察时，一个冰箱被投掷了过来，各种乱七八糟的物品接踵而至，砸得闪电机器人失去了平衡，将公交车丢在了地上。而失去反抗的众人就这样被商场里的机器人给逮捕。随着商场大门的打开，他们见识到了和荒漠截然不同的场景。这里的机器人井然有序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，简直就像是一个属于机器人的世外桃源。原来这里是由机器人的领导花生先生重铸的全新王国，本来用于隔离机器人的围墙，现在成了他们的保护伞。在这座商场里，机器人们才获得了真正的自由，不再需要为人类打工。艾米说明了来意，他的弟弟被一个戴眼镜的博士绑架，所以才会闯入此地寻找他。听到艾米的话，花生先生惊讶地想起他所说的眼镜博士可能正在此地，于是热心的他便带着艾米来到了博士藏身的小屋。艾米第一时间就上前臭骂了他一顿，质问他为什么要绑走自己的弟弟。博士听完却非常高兴，因为正是他指引众人来到此地。原来当年在机器人和人类的大战中，人类陷入极大劣势，而博士的实验室发现了一个超级大脑，那就是艾米弟弟的大脑。只要将它接入机器，就可以为头盔控制器提供超强算力。有了这个装备的加持，人类才得以反败为胜。公司老板一直告诉他，男孩是因为车祸所以捐献了自己的遗体。直到13个月后的一天，博士竟发现他其实还活着，这瞬间让他愧疚不已，竟然拿活体当作机器来用。博士当即决定要离开公司，在离开的同时，他还给弟弟的大脑设定了一个出口程序，这才能让他的思想逃到机器人身上。看样子想要解救弟弟，他们必须前往2000公里外的西雅图，从公司手里拿回他的肉体。可等众人刚走出门，就听见头上传来异响，几个机械士兵从天而降，让众人乖乖束手就擒。原来随着弟弟思维的逃脱，公司所需要的算力也开始不够用，老板派出手下，终于追踪到了弟弟的踪迹。他们要将弟弟带回公司，可机器人们也不是吃素的，棒球哥疯狂喷射，打得众人屏幕都坏了好几块。然而更多的支援随即赶到，无论众人怎么反抗，依然抵不上人数和装备上的劣势。拥有飞行装置的士兵轻松就将弟弟抓住，然后飞离了战场。目的达成，士兵们也就离开，只留下刚和弟弟相聚没几天的艾米傻傻站在原地。弟弟机器人被带回实验室，重新接上电源，和他的肉体又连接在了一起。老板将利用这台超级大脑为公司打造下一代更高级的头盔控制器，到时候所有人都可以生活在虚拟世界，获得一切他们想要的感受。但很显然，艾米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他和花生先生商量，让机器人们一起去往西雅图夺回弟弟的身体。因为当初他们输掉战争是因为头盔控制器，那么只要拿走控制器的源头，人类将无法再胡作非为。于是一众机器人连夜出发，通过博士留下的密码破解隔离区的大门，成功逃离，跋山涉水一路来到了西雅图。老板秘书正像往常一样上班，却忽然被飞来的汽车吓到。往下一看，机器人军团已经来到公司，他们瞬间进入警戒模式，大战一触即发。无数的机械士兵倾巢而出，通过飞行器朝他们发动攻击，而闪电靠着自己庞大的身躯，像排苍蝇一样解决敌人。直到一个士兵依附到身上，他们才发现阴险的人类还设计了自爆装置，闪电的机甲被瞬间攻破。但好在他还有一个更小的机甲，成功帮助马特脱离危险。其他机器人也加入战场，在花生先生的指挥下，他们英勇向前，和这些机械士兵展开了殊死搏斗。大批的士兵支援也不断赶往战场，可殊不知这是机器人们的调虎离山计。艾米趁着混乱，悄悄溜进了公司大楼，等到所有士兵从身边经过，他再从伪装成办公桌的电脑机器人身体里出来，
终于找到关押弟弟的实验室。电脑机器人拿起武器开启暴力模式，吓得手无寸铁的科学家们落荒而逃。紧接着将门反锁，他们就成功获得了实验室的控制权。此时的弟弟已经没法说话，必须戴上头盔进入虚拟世界，才能和他的大脑交流。等艾米进入其中，发现这里和小时候家中的布景一模一样，弟弟很惊讶他的到来，没想到他竟能突破重重阻碍进入实验室。艾米让他赶紧和自己一起逃走，可弟弟却选择了拒绝，因为在他附身机器人的期间，看到了外面真实的世界，人们沉迷于头盔控制器制造的虚拟感受，完全丢失了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的本质。这一切都怪他，拥有这么强的大脑才会被坏人利用。弟弟非常明白，就算暂时逃走，也会被公司再次抓回来成为机器，所以现在只剩下唯一的解决办法。I think I need to die. 没错，只有他彻底没了呼吸，他的超级大脑才没法再运作。而现在能拔掉弟弟插管的人只有艾米。此时公司老板亲自戴上头盔，控制起了最新一代机械士兵，只用随手一枪就可以追踪消灭掉敌人，即便面对比自己大好几倍的机器人，也能够轻松使用电击麻痹对方，让他彻底沦为废铁。机器人军团一步步落入下风，眼看着就要被团灭，艾米不得不做出他最终的决定。他哭着走到弟弟面前，亲手关闭了所有养分的供给，和他最爱的人说了最后一句再见。而这同时也让所有机械士兵失效，瞬间沦为了一堆破铜烂铁。机器人军团费尽千辛万苦，终于赢下了这场战斗。很快公司利用男孩做出不人道的事情就被公之于众，老板被关进监狱，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直到没了头盔控制器，人们才慢慢回到真实世界，不再沉迷于虚拟的快感，重新和身边的人产生了真实的连接。而从此之后，人类和机器人也终于再次变得和谐相处，共同打造起更加美好的世界。